只要打一段字，这个 AI 可以帮你做一整支影片。如果我跟你说未来做一支 YouTube 影片，可能不再是你先写脚本、找素材、剪片、配音、上字幕，而是你只要输入一个想法，它就能帮你产生一支完整长影片，而且不是10秒、20秒短片，是号称可以做到最高50分钟的 AI 长影片。这听起来很夸张，甚至有点像 AI 工具常见的行销话术。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不会单纯吹它有多厉害，而是要用创作者的角度来拆解 Magic Light 这刺的新功能模组 Magic Claw 到底适合谁，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以及我觉得它目前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观察。现在 AI 影片工具最大的问题，这几年 AI 影片工具真的进步很快。以前我们只能生成几秒钟的片段，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角色、镜头运动、图片转影片，甚至多场景故事。但老实讲， AI 影片工具到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它很会生成片段，但不一定很会完成一支影片。你可能有过这种经验，第一个镜头角色长这样，第二个镜头突然换脸，第一幕是森林，下一幕光线、风格、角色比例全部跑掉，每一段看起来都不错，但串起来就不像一支完整作品。这也是为什么 Magic Light 这次主打的方向，不只是生成影片，而是更偏向从故事、脚本、分镜到长影片输出的一条龙流程。官方网站也强调它是为长影片内容设计，可以把想法、脚本或故事转成完整影片，并支援最高50分钟影片生成。Magic Claw 主要特色，这是 Magic Claw 最值得注意的，我会分成4个重点。第一个是故事转影片，这个功能我觉得是它最核心的卖点，不是单纯给你一段文字生成一个画面，而是你输入一个故事概念，它会帮你往脚本、分镜、角色、场景去延伸。这对创作者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卡住的不是会不会剪片，而是今天要讲什么，故事怎么开始，中间怎么推进，画面要怎么接。如果 AI 能先帮你搭好架构，创作者就可以把时间放在修内容、调节奏，改成自己的风格。第二个是儿童故事影片，这点我觉得很明确。Magic Light 很想切入儿童故事、睡前故事、教育动画这种长内容市场。官方的 Kids Story 页面也提到，可以从一句简单想法开始，选角色、世界观，再生成场景、动作、声音与情绪节奏。这个应用场景其实很有潜力，因为儿童故事影片本来就需要大量角色、场景、旁白和连续画面。如果你是做儿童频道、教育内容、绘本故事、亲子内容，这种工具可能会大幅降低制作门槛。但我要补一句，这类内容也最需要注意品质跟安全性，尤其是角色、表情、剧情、价值观、语音语气，不能只是生成的快，还是要人工审稿。第三个是角色场景一致性，这也是 AI 影片最容易翻车的地方。Magic Light 官方主打 Same Cast Every Video， 也就是同一组角色可以在不同影片中保持可辨识的外观、声音与个性。如果它真的能做到稳定，这会是很大的优势，因为做长片内容，角色一致性比单张画面漂亮更重要。观众不是只看一张图，他看的是这个角色能不能从第一幕一路活到最后一幕。第四个是多模型整合，官方页面列出它支援多种 AI 影片与图像模型，例如 Sora 2 Veo、Hello Clean、Seedance、Nano Banana 等。这个方向我觉得合理，因为未来 AI 创作平台不一定是单一模型最强，而是谁能帮你把不同模型整合成一个可用工作流。简单讲，创作者不想一直在10几个网站跳来跳去，真正有价值的是我输入想法，平台帮我选适合的模型，完成分镜、画面、配音、字幕、转场。我觉得它最适合的3种人。第一种人是想做儿童故事或动画频道的，因为这种内容很吃量，也很吃稳定产出。如果你每天都要生一支故事影片，传统流程会非常累。Magic Light 这种故事模板加角色支架长影片生成的方向，确实有机会帮你把内容产能拉高。第二种人是想做知识型解说影片的人，例如你想做历史故事、科普动画、宗教故事、寓言故事、商业案例。这类内容其实不一定需要真人出镜，但很需要画面辅助。如果 AI 能把文字变成连续画面，就能帮创作者减少找素材、做动画、剪 B-roll 的时间。第三种人是不会剪片，但想快速测试内容题材的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很多人想做 YouTube， 但第一步就卡在剪辑。如果你可以先用 AI 快速做出一支版本，测试观众反应，再决定要不要投入更高成本，这会是一个很聪明的创作方式。
是，但我不会把它神化。不过这里我也要讲我的保留看法。第一，目前 Magic Cloud 还不是正式公开功能，所以这支影片比较像是功能预览和官方展示解析，不是完整试测评测，这点我一定要讲清楚。因为如果工具还没开放，我们就不能直接说它一定能做到每个创作者想要的结果。第二，50分钟 AI 影片听起来很强，但品质才是关键，长不代表好。AI 影片真正难的不是把时间拉长，而是剧情有没有节奏，角色有没有稳定，画面会不会重复，旁白会不会尴尬，观众能不能真的看完。如果一支50分钟影片只是很多 AI 画面拼在一起，那它对创作者不一定有帮助。第三， AI 影片还是需要人类导演感，工具可以帮你生成，但你还是要知道什么画面该删，什么节奏太慢，哪个情绪不对。所以我的判断是Magic Cloud 比较像是帮你完成70%到80%的初稿，但最后20%的品味、剪辑、叙事和商业判断，还是要靠创作者自己。这也是 AI 工具目前最合理的位置，不是取代创作者，而是把创作者从重复劳动里解放出来。5. 实际创作流程示范。如果我今天要用它做一支影片，我会这样设计。例如输入一个故事概念，一只害怕黑夜的小狐狸，在森林里学会勇敢。接着让 AI 帮我产生故事架构。第一幕，小狐狸不敢离开家；第二幕，它遇到迷路的小兔子；第三幕，它必须穿越黑暗森林；第四幕，它发现黑夜没有想象中可怕；最后，小狐狸成为森林里最勇敢的朋友。这种故事如果用传统方式做，你要写脚本、画角色、做场景、配音、剪辑，会花很多时间。但用 Magic Cloud 这种工具，理想情况下可以先产生出版影片，再让你针对角色、分镜、旁白、字幕做调整。它比较像是把创作起步这件事变简单。尤其对 YouTube 创作者来说，最难的常常不是剪最后一刀，而是开始第一步。夜幕如沉重的黑布降临，整座森林被浓稠的阴影彻底笼罩。小狐狸蜷缩在树洞最深处，那双金色的瞳孔死死盯着狭窄的洞口。每当蚊层遮蔽月光，它就会惊恐地将头深深埋进蓬松的尾巴里，任由寒意侵杂全身，切裂发抖。它从未在天黑后踏出洞穴半步，就算那清澈的溪水就近在咫尺，直到一阵急促而破碎的沙沙声突然间撕裂了这片死寂。洞口蹲着一只全身湿透的小兔子，它那长长的耳朵颓然耷拉着，水珠顺着毛尖滴落。它在寒风中不停地打颤，嘴里发出呜咽声。它在黑暗中彻底迷失了回家的路。小狐狸看着小兔子那双无助眼神，又望向外面那片如同巨兽张口的漆黑森林，它的喉咙阵阵发抖。在良久的心理挣扎后，它终于咬住兔子的厚脸皮，将它拉进了温暖的避风港。天色愈发昏暗，小兔子若不能在黎明前赶回，定会被夜里的寒气冻僵。小狐狸深吸一口气，用颤抖的爪子推开挡在洞口的枯枝，踏出了命运般的第一步。森林里到处是树枝折断的怪异声行，每一步踩在湿滑的苔藓上，都让他心惊胆战。路过巨大的老橡树时，狂风吹动残叶，发出阵阵咆哮。他下意识地背上眼，却并未退缩，反而紧紧握住怀里的伙伴，在荆棘与怪石间加快了脚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穿越内心最深处的废墟，穿过最深的黑森林。他发现黑暗不过是树影的重地，抬头望去，繁星在枝叶缝隙间显率。终于，熟悉的草地出现在眼前。小兔子跳回家中，飞爪倒壁；小狐狸独自矗立在月光下，看着森林的轮廓，恐惧已荡然无存。现在，它是这片深夜森林里最勇敢的昏斗。6. 总结。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 Magic Cloud 这个方向是有看点的。它不是单纯做一个 AI 短片工具，而是往 AI 长影片生产线去做。最有价值的3个点是：第一，故事转影片降低内容起步门槛；第二，角色场景一致性，解决长影片最常翻车的问题；第三，多模型整合，让创作者不用一直切换不同工具。但我也不会说它现在就能取代专业剪辑或完整动画团队。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如果你是想快速生成儿童故事、解说影片、动画短剧、长篇 YouTube 初稿，它很值得关注。但如果你追求的是电影级镜头语及细节角色表演完全可控的高阶制作，那目前还是要搭配人工后制和创作者判断。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这种 AI 工具真的可以一键做出长影片，你最想拿来做哪一种内容？留言打 A 儿童故事、睡前故事 ，B 知识型解说、YouTube 长影片 ，C AI 短剧角色 Vlog。我会看留言。如果大家对这类 AI 长影片工具有兴趣，等 Magic Cloud 正式开放后，我再做一支完整实测，直接看它到底能不能真的做出一支能看的长影片。如果你想试试 Magic Lite， 也可以到下方资讯栏或置顶留言看看。这次我用创作者角度先帮大家拆解它的功能方向，等后续正式开放，我会再用更实际的方式测给大家看。如果你想看更多 AI 创作、自媒体经营、实用工具教学，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里是炫创意，我是林汉，我们下次见啦。